Wish that I could find the words to describe you now, as I'm lying next to you and the world goes quiet. Wish that I could make you see how you fit me perfectly, and I fall for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 you. 娜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款，我觉得做起来还蛮快的，而且效果很好的流沙晕染。这一款我之前在过年的时候有做在真假上面，只是颜色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做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简单的。虽然说是简单，但还是会运用到一些凝胶的手法，基础还蛮重要的，不然的话会很容易就是脱不均匀。之外的话，它其实没有非常多层，可是用没几层就可以做出蛮多层次的感觉，所以我想要来分享一下给大家。如果你没有追踪我 IG 的话，就是我前阵子就非常热衷于用那个蹦迪胶，它可以说是碎钻胶啊，反正这名称也不知道从哪来的，就是它有非常细致的那个亮钻，然后这个是那个 Ice Gel 的。我是找代购买的，你们可以自己去查一查。我没有买它全部的颜色，就大概挑个几色。那有那种碎钻粉可以自己混胶，我觉得是一样的东西，只是你要不要再去另外混胶这个动作。如果说你想要很多颜色都要有，然后很多牌子没有出那些色的话，其实用脚钻进去的话，你可以比较自由一点啊。但是如果你懒惰，或者是比如说像我只要用局部的话，我就会不想要再混一坨胶，那我就会拿这个现成的，我觉得比较方便一点。还有一点就是比例，如果你不太会抓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它真的超级浓，也没有特别好看，因为它会很不显色，你做什么颜色看起来都会是银色的。那个比例的话，就是厂商他们有经过调整，所以它的比例就会比较适合一点。那碎钻胶这里面那个钻呢，它其实是有刻痕的，就是它是立体的，它并不是说真的非常细致，因为它很细致，它就没有切割面，就不会那么亮，所以它会有点沙沙的。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，所以呢，它是蛮需要补平跟剪构的。如果说是做平面的话，但是如果你要保留它的切割面的话，就不要封层它的话，它就会比较亮，但是呢，它就会变得粗粗的就会比较容易脏。今天的这一款的手法，它其实可以运用到各式各样的特殊胶，就是里面有混合一些不同东西的胶，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会使用到的材料。首先，除了这个碎钻胶之外，你可以自己混合啊。然后我挑的是蓝色系，如果你要做大地色系的话，你就挑棕色系也没关系。那剩下的都是 FC 的心愿胶301，然后290、295、297。是透咖啡，然后复古蓝跟一个裸紫色，还有301是一个透的奶油色。我现在很喜欢用这种比较偏奶油色调的透色，不是用真正的透白色。那你如果没有的话，用透白色也可以代替的。另外还有呢是 FC 的晕彩液，晕彩液很久没出现哈，可是晕彩液其实在我平常设计的时候还是蛮常出现的。FC 的上层。还有建构第一代建构，然后另外会使用到银箔这个材料。用晕彩液的时候，我蛮喜欢用银箔的，比较不会用金箔，除非那个色调比较复古。我们贴黏银箔之后，在上面再上半透色的话，比较容易显色。那如果是金色的话，它就会有一点黄色影响，除非你那个造型的色调就是复古，比较偏黄调。那如果你不想要被影响的话，打底用银箔来做，然后上面再用晕彩液的话，比较能展现你本来想要呈现出来的颜色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款要怎么做吧。我们先使用这个碎钻胶。这款啊，我觉得构图比较重要一点，因为我们要留下我们想要的东西在位置上。那你就是用对角线构图。那这款的话，我就是左上角跟右下角放，但你放的不用太工整的，一定是非常对角啦，就是类似于左上跟右下，你也可以稍微偏高一点点，或者是偏下方一点都没有关系。那我觉得在晕染里面要比较好看的话，就是你每一块晕染最好它们的透明度都不一样。有的比较浓，有的比较厚，所以呢，我会先把重的颜色，比如说我这个地方要比较饱和，那我就会压比较多的东西之后呢，把边缘飘散。这是我在教课的时候蛮常遇到同学问，就是晕染很奇怪的话，都是因为边边的地方没有散开，可是该浓的地方又不够浓，全部都变成一片的样子，那就没有像晕染，它就会看起来就是像刷单色一样把它刷均匀了。
那你也想要让它看起来有深浅的话，你就要把厚的地方留在厚的位置上，然后把薄的地方弄得真的很薄，这样。这个部分看你最后想要出来的亮度，然后去加厚那个你想要比较亮的位置就好了。其余的部分啊就过色。那因为像这个胶它一定是半透色，所以它旁边就是像你在做那个亮片渐层一样，把它散开就好，洒出去的感觉这样。然后这个样子呢，先去照灯。接下来我们要拉色块晕染，色块晕染我现在比较喜欢用斜口笔，这支就是我自己做的那斜口笔，我的斜度做的比较斜一点，因为呢这样我就可以把我要的胶放在长的那个边，然后另外那个短毛边我就不会沾胶，这样就你容易刷出不同厚度的晕染。先用这个紫色，这是290，我们等一下的颜色大致上会放在这个对角线上。那我们要刷过色的时候呢，沾一头一个三角形之后呢，像你刷单色一样放平，那放平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一边有胶一边没有胶，它就容易刷出晕染来。所以比如说我这个位置就是我要放比较重的颜色，然后另外一边就可以这样拉开，它就会变成厚薄度不一样的一个色块，然后你再去安排。那通常我如果沾的话是直直的沾进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两侧都会有一球这样的感觉？所以呢，比如说我压上去这边我想放，然后这边想要散开，这样，然后它是不是另外一边就可以压开之后，另外一边又可以反过来，再把它飘散。有一些厚的你就不用强制的一定把它打掉，但是我们可以把边边弄得比较不规则，装它厚薄不太一样的时候，你这个晕染就会比较丰富一点。这是紫色，然后我们再来加咖啡色这个颜色，咖啡色是297。那我刚刚紫色其实面积蛮大，因为它算是我的主色调。除此之外，因为颜色开始变得稍微比较重了，所以我就会胶就开始少量。然后放的位置都是交界处，就是有胶的位置，不要放在那个我们都没有刷到那个干的位置。然后呢，你要的重色把它放下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四边可以不规则状的打散，但是该浓的地方你还是要让它有一点深色，这样会比较好看。晕染最好每一个色块呢，你在放的时候大小也是不一样。然后我们再用蓝色，蓝色是295。那因为这个颜色我们打底这碎状胶是蓝色，所以你可以从这里摆，它就会有一种过色的感觉，就是它们的交接处，然后再连到这个咖啡色，这样去晕。你都把胶放在尖尖的这一头，然后呢，另外一边是不是没有沾胶，它就可以平平的拉上去，就会盛开这样。然后看一下颜色会不会太少，因为我们待会还会再盖，所以呢颜色也不要说真的都没有。再拿回来紫色的这个裸紫色，中间有点空，我们再把它拉过来。然后你笔要放平，有点像是从它们上面飘过因为胶都还在滑动嘛，所以你不要去按压它，然后把边边打散。这一块感觉有点明显，那我们再加一点别的颜色，然后有点像是从它上面飘过，把它们混合在一起。大概像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先不照灯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把银箔压进去。这也是先拉好晕染，那因为我们刚刚走位还是一样这个位置嘛，所以待会银箔也是放这个 S 型的走位。那你最好在贴银箔的时候，也是先用的不一样大小块，不要太小块，但是最好是大中小。然后中间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放在左上右下嘛，所以中间会没有东西。大中小块做明显一点，我觉得比较好看。把它压进去之后，我们再去照灯。好，固化之后呢，我们用建构胶把它封起来。那因为上面是银箔，对不对？如果有时候你在建构的时候很容易把银箔就推开，你可以先拿胶呢放在这里。你的这个银箔都压住之后，我们再拿比较多的量，再做一次完整的建构。
就是在涂刷整个。那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把胶压在银箔上了，然后我们再往下刷的时候呢，就不会去把那个银箔弄破。好，整个都建构好之后呢，我们刚刚放的位置都是左上跟右下嘛，所以我们右上跟左下会是透明的，会是透透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的那个301这个奶油色呢，我们要把它遮盖在这个位置上，所以我们一样取在前端。那我们现在拿的胶量就不用像那个建构胶这么多，大概像这个样子。这边是没有照灯哦，所以它还在滑动。我们在放的时候呢，要轻放。胶落下去之后呢，开始拖拉，然后有点遮盖到中间，或者是你的银箔的位置。然后呢，都是有点飘过去。放下去之后，它是不是半透射？它会有点像云雾这样子的晕染。那我们再把边边呢漂开就好了。你也可以把它拉过来一点，让它旁边呈现一种不规则状。那尽量你在拉的时候的这个米白色，这个奶油色呢也是一样，色块让它有一点点透明度不同，有一些地方比较白，有一些地方很薄透。如果你的动作真的很慢，或者是你的胶比较稀，它开始流到两边都溢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把甲片反过来放。我们在做真甲的时候，我们也建构的时候也是会这个样子的，就是当它已经因为地心引力关系往下倒的时候，你会把客人手翻过来，然后再做建构，让它呢反过来呈现一个光滑面。你再拉的话，它就会是圆弧的。当然，你最好是练到你一次就可以赶快把它搞定。只是我们在教新手的时候，同学通常都会拉了半天，之后呢，两侧就会变得非常的肥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反过来，大概遮盖成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就赶快去照灯。然后我们要使用这个晕彩液。晕彩液呢，它会造成它有没有晕开，还有它外侧是不是不规则状，它其实在于那个残胶的量。那因为 FC 一代的建构，它残胶量比较多，所以如果直接把它放上去的话，会扩散的非常的快。所以如果要控制它扩散的速度的话，就是控制残胶量。那这边我待会固化之后就会把它除胶。晕彩液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，你要给它一点挥发时间。这个我在以前影片应该有跟大家讲过，就是你不要操之过急，一直狂点，它就会看起来非常的乱。那我们一样从中间的构图，但是不要说真的走一条很直的线，所以就是可以有点盛开在你刚刚贴的银箔的旁边。因为银箔它是艺术材嘛，所以它会卡在那个位置上。那你的线条如果从这边走向的话，就会很像从它旁边有阴影盛开，这样会比较自然。然后你放上去的时候，给它一点挥发时间，它会自己变成一个不规则状。晕彩液你在使用的时候啊，你尽量让它就是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再滴下一滴，让它变成不规则状，流到它已经停下来之后，你再来确认你要不要再加重。那它可以点2次的，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深浅不一样的话，也可以点完1次之后呢，你再加强你想要变深的那个，也是一样，等它挥发了之后比较干，我们再点你想要加深的那一块。那这边深浅你不用做的太多，因为如果你还想要留下一些透透啊比较浪漫的颜色的话，你就加重1个到2个之间的深色，我觉得就够了。然后它不是会变成不规则状嘛，所以我们可以用 Art 的这支笔，圆柱的这支笔呢，然后使用凝胶清洁液，把旁边的这些过色呢稍微点开。我通常都喜欢点开一头，因为它一边是不是就会很像石纹的那种裂开的感觉，那另外一边你就让它淡出，消失到看不见，然后这深浅把它用一点液体，它就会晕染在一起，这样子的感觉，然后保留中间。一样你在点这个凝青的时候啊，还是要给它一点挥发时间，它会自由的去移动。所以你不要一直搓它，搓它就没有那种不规则状。大概这样，它有没有干就摸一下，它有没有粘黏，没粘黏就是可以封了。
会粘连在手上，有2个情况，一个是美感，另外就是你真的点太多次了，也有可能这样子的话持久度会比较有问题，所以尽量也不要点到那么厚。如果你刚刚建构那个步骤有做好的话，就不需要再重新建构一次，这一层就可以直接上层。那如果你凹凸还是非常明显的话，会建议你在做客人的时候还要再建构一次。最好把刚刚那个步骤练好，然后速度快一点，把白色拉上去，这样子的话就会省去建构的时间。封完上层，那我们去照灯。好的，固化之后是长这样子，它是不是看起来里面很丰富？但其实它的步骤没有很多。就一下子就可以做好了。你只要建构那一层，还有你拉胶的时候呢，是轻轻的，有点像是半遮盖。很多动作其实都有点像是把凝胶削薄的动作，然后就可以铺上去，它就会看起来呈现很好的透明度。这一款我觉得就是位置的地方，你把它保留好，该透的地方透，该浓的地方浓的话，我觉得它的层次感就会很好。那其实最后你也可以拉一些线啊，看你自己的设计。但我觉得这款的那个银箔在里面还蛮美的。我很少做冷色调的设计，但这一款的颜色我还蛮喜欢的。那就希望你们大家喜欢这一次的造型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麻烦帮我把影片点赞。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人，再麻烦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， 上面也会有一些影片的分享，跟 YouTube 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I know I'm not